到阳明山吃山菜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手工小馒头。那今天我就是要来为大家分享，其实你在家也可以简单的，这个非常简单就可以自制手工的小馒头。那你要把它放大或是改变成其他的形状，也是非常的这个有趣的，跟孩子很好的一个亲子活动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这个最基础的做馒头，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一次搅拌法哦。那今天用一次搅拌法，就把所有东西混在一起，然后等它这个休息，然后发酵，我们就可以来做成我们要的形状。那我今天玩的这个形状是玫瑰花的形状。好，那我们来一起看看到底要怎么制作玫瑰花小馒头呢？好，那我们首先来这个备料了哦。那这个一次搅拌法的这个馒头哦，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中筋面粉500克的中筋面粉，那一样。你可以用一半的高筋，一半的低筋，把它组合在一起哦。好，那这个水分呢，我们用265克的水，然后即溶酵母呢，准备的是这个5到6公克都可以哦。好，那最后的就是细砂糖，细砂糖要25克的这个25公克的细砂糖，然后油，沙拉油或食用油哦，就是1小匙的食用油。好。那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材料呢，我们记得哦，因为我很怕厨房这个粉弄得满地都是，我相信你也很害怕清理厨房，所以我自己很喜欢用这个方法，就是我买一个大一点的塑胶袋哦，我把所有的这个材料呢，通通一股脑的，通通都倒进这个你可以水先放哦，然后这个酵母放进去，糖放进去，先这个稍微和一下，但是我发现其实。就不管它，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以后呢，你就开始在里面搓揉，因为这个比例是对的时候，这个面团呢不会粘，它会很快就会揉成一个形状哦。那我们先都倒进去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袋子充气，然后我们在里面把所有的面粉跟水这样摇晃。那摇晃好了以后呢，所有的食材都粘成块状的时候，你在里面你开始像在搓洗衣服一样，但是还是在这个塑胶袋里搓哦。然后搓一搓，很快的呢，它就会结合在一起，然后这个产生这个筋性哦。那这时候你再放在这个如果你马上要去做事情哦，没有关系，你赶快把它先绑起来，放到冰箱里面冷藏。等到你有时间的时候再回来哦，来制作哦。这个都是这个偷吃步，但是都可以哦，都可以很有效的这个运用你自己零散的时间哦。好，那我待会继续揉的时候呢，我会加上这个我自己手工做的这个火龙果的果酱哦，因为我想要让它上层这个淡淡的紫粉红色哦。好，那等一下我就要把它再揉捏进去。火龙果的颜色也揉进去了哈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让它我们盖一块布。等一下让它在这边休息个10到15分钟，我们再来操作。好，那这个10分钟已经到了哈，那我们可以来操作这个面团了哦。那我们就把它可以分成这个12等份，我们就从中间挖个洞，然后让它像一个甜甜圈一样。然后呢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好，然后再把它拔断，然后它就是一个长形的。好，那这时候就可以开始操作了。好，那我们先分一半。好，在垫子上稍微抹一点油哦。等一下呢，这个操作的时候比较不会粘黏。我们先大致的一个圆形，然后再让旁边变得比较薄，这样子操作起来就会比较方便了。你也可以用撒粉的方式哦，但是我比较习惯用油的方式，所以你可以倒油或者是撒粉哦，都可以。我们先把圆好弄出来以后呢，好开始擀边缘。边缘要很薄，这样子玫瑰花的花瓣边缘才会漂亮。好，这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再叠上来，做一个心。好，这是玫瑰花的中心点。好，
不用太漂亮，没有关系。好，我们就要把它卷起来了哦，慢慢的卷。好，卷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对切。这就是我们的玫瑰花馒头了。那我们再修一下这个边缘哦，我们让这个往外翘，就像开花一样的感觉哈、哦，很美。可以稍微再捏一下，因为我发现呢边薄哦就会漂亮，所以你可以再修整一下它的这个叶子，感觉这个花瓣的边缘呢、卷卷的，然后往外修整，因为它还会发酵。所以我们尽量呢，这个压扁一点、薄一点哈，然后往外翘，小心哈，因为它很容易这个它会变形哦，所以我们这个要小心。好，这个是第一朵花。这个玫瑰花呢，这个滚圆这个皮哦，会越来越上手哦，会越来越多做几次你就会习惯了哦。把旁边擀得越薄呢，这个玫瑰花的这个样子会更好看。那越大片的我们就包在最外面，所以这个比较大，我们就让这个大的放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接下来再叠过来哦。那可以有点椭圆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最后一片再放上去。那底下这个会有点黏的没有关系，我们就继续顺着，好让它整个包卷起蛋了。正中间好切下去，这时候是重要的整形哦。我们要把它打开来，边缘呢压扁，因为我发现这个玫瑰花就是要扁扁的才好看呢，会让它继续的膨胀发酵，那这个面团就变得蓬松，就比较难，而且会马上粘起来哦，会有点困难整形。我们就用手赶快的整形，然后压扁它的周围哦，有一些是开花的样子，我们可以自己再修饰一下啊。好，那这所有的这个馒头呢，我们就要放进去这个发酵箱。那你没有的话就，烤箱里面加一杯的温热的水哦，然后让它这个发酵个15分钟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用这个蒸锅蒸个这个15到17分钟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要送进去发酵了。